妈妈，我们去小姨家里看小弟弟好不好？上午不是刚看过吗？洋洋说道。我就想看吗？小弟弟现在好可爱。好吧，那我们再去你小姨家里，你喜欢？可以留在小姨家里过夜。不过你明天要上幼儿园了，从山庄回到市区里，时间有点长，你需要很早起来才不会迟到。还是别留在那里过夜了，早点回来吧。洋洋嘟了嘟嘴，说道：真想快点放暑假。海玲揉一下他的头，还早着呢，过了6·1儿童节就很快到暑假了。妈妈，6·1儿童节我们会表演节目，你到时候会去看我表演吗？海玲想都不想就答应了。到你们表演的那天，妈妈一定会回来去看你表演的。工作再忙，与孩子有关的一切，她是能参加就参加，不让孩子失望。洋洋心满意足了。一家3口又去了悠悠山庄看海童母子俩。见到姐姐来了，海童说道：我以为姐去了江城。姐姐是跟她说，等她出院回家坐月子，姐姐就要回到江城上班，然后在她满月时，姐姐才会回来。本来打算今天过去的，又改回明天再出发吧。等洋洋上了幼儿园，她再走，那样小孩子不会太难过。洋洋去看小弟弟，小弟弟在睡觉。他趁大人不注意，伸手去轻戳一下小弟弟的脸，力道很轻，他怕力道大了，小弟弟会痛。就是这样，小家伙依旧在睡。海玲和妹妹说起洋洋问的妹妹在哪个公园里荡秋千的话，逗得海童也笑。洋洋逗了一会儿小弟弟，见小弟弟总是睡，觉得无趣，想到山庄脚下找那些小伙伴们玩。他跟妈妈和小姨说了一声，便跑了。一家3口在悠悠山庄待到天黑，用过了晚饭才回到市区里，一夜再无话。隔天一早，海玲亲自送儿子去上幼儿园，之后他前往机场，坐飞机飞往江城。陆东明暂时还留在管城，他回来了也得处理一下他公司里的事情。他计划过2天再飞江城。海童出院后，战家的那些少爷们也陆陆续续的离开，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，也有自己的人生目标，特别像战一阳这种还没有追到老婆的。他去到海城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多，他没有回自己的小家，直接去了杜氏集团，在公司门口等着杜雨萌下班，还给杜雨萌买了一束花以及一套珠宝。以往杜雨萌只肯收下他送的花束、珠宝等贵重礼物，杜雨萌都是拒收的。杜雨萌很快就知道战一阳来了，他破天荒的提前下班。战一阳以为要等到6点左右才能看到他，见到他步行出来时，战一阳还有点发愣，以为自己看花眼了。想到自己回家几天，虽说他会打电话发信息给他，但他回应的少，此刻知道他在公司门口等他，他迫不及待的出来见他吗？可能是想他了吧，认为杜雨萌想他了。战一阳心情愉悦，赶飞机的疲劳感一扫而空，满脸都是笑，抱着花束迎上前去。雨萌。杜雨萌走出公司，走到他面前停下来。战一阳看着他，眉眼都是柔情蜜意，很想拥抱他，但他不敢轻易造次。他还没有答应成为他的女朋友，甚至都没有当成承认过他就是百变狐狸。早就从奶奶那里得到答案的战一阳，也不再执着的想知道他是不是百变狐狸了，他肯定就是他喜欢的那个狐狸。奶奶不会骗他的，兄嫂的暗示也特别明显。过去是他笨，没有将两者重叠在一起。奶奶那么厉害的人，他既然能相中杜雨萌，哪有不知道杜雨萌有多少马甲？所以他相信奶奶就行。用哥哥们说的，奶奶虽然是个老顽童，有时候就是以整治他们这些孙子为乐，但是涉及到孙子们的婚姻大事，奶奶是不会儿戏的。给他们相看女朋友时，奶奶都会多方打听，甚至亲自上阵去接触对方，了解对方，确定对方人品极好，才会让他们去追求。大嫂当初能救到奶奶，不就是奶奶策划的？奶奶故意摔倒，让大嫂去扶她，送她进医院。在现在这个社会，老人摔倒，家里有矿的都不敢去扶呢，
就怕被人坑了。海童当时也想到这一点，他拉了路人帮他拍视频，也留意到那路段有监控，所以他才敢扶起老太太，并送老太太去医院。谁都怕被赖上，海童也不例外的，特别是他家里煤矿，怕被赖上，无法自证清白时会被赖得倾家荡产。还好老太太并不是想赖上谁，她就是单纯的相中了海童，想办法接近海童而已。果然数个月后，海童就和战役闪婚了。到现在海童都不知道老太太当初是故意摔倒，等着他去救助的，被老太太当成救命恩人，好好的报答，得来今天他的幸福。雨萌，这束花送给你。战一阳将手中的那束花递到杜雨萌的面前，还有这套珠宝，我觉得很适合你戴的，你也收下吧，这只是我的一点小心意。战一阳又将那套珠宝递过去，杜雨萌看了他好一会儿，才接过了花束，看了看后又接过了那个红色的袋子，嘴里说道：我有很多珠宝，你不必给我买珠宝的，你有是你的，我送是我送的。战一阳见他肯收下珠宝，很开心，觉得总算有点进展了，也觉得短暂分离几天再回来。杜雨萌对他的态度都好了很多，肯定是他不在他身边时，他就发现他早就爱上了他，离不开他吧？不对，杜雨萌去年就爱上他了，只是他不识好歹，让他死了心。现在他是重新追求他，让他重新爱上他，给他一次机会。你老在一个劲儿的笑做什么？回家一趟，捡到了几座金山。见他一个劲儿的傻笑，杜雨萌忍不住打趣他两句。战一阳嘿嘿的笑，我就喜欢看着你笑，雨萌，我好想你，一天见不到你，我就觉得如同隔了3秋那么久。杜雨萌瞪他两眼，几天不见还是那样，油嘴滑舌的，让我都不知道你哪句话是真的，哪句话是假的，都不敢信你了。战一阳，我更喜欢成熟稳重的男人，而不是口花花说的天花乱坠的男人。战一阳立即一本正经地道：雨萌，我很成熟稳重的呀，我那不是油嘴滑舌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他还不够成熟稳重吗？战一阳觉得自己很成熟的了，用他妈妈损他的话说，4舍5入法，他已经是30岁的人，不年轻了，再过几年便可以用人到中年来形容他。好啦，逗你的，瞧你那副紧张的样子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杜雨萌见他很紧张的样子，又笑了起来。他在乎在他这里的形象，他一句话就能让他紧张兮兮，说明他真的爱他。如今他再也没有用狐狸这个马甲出现在他面前，就是想让他明白，他爱的人是杜雨萌，而不是披着马甲的杜雨萌，是一个真真实实的杜雨萌。是刚过来的，一下飞机我就打车过来了，连我家都没有回。杜雨萌打量他两眼，看不出风尘仆仆的呀。你一下飞机就赶过来，在这里等我，就是为了送我一束花和一套珠宝，没有其他事了吗？例如请他吃饭，请他晚上去看电影。战一阳反应快，立即说道：我想请你吃饭，但是未到下班时间，知道你工作很忙，我不敢打扰你，就在这里等你。雨萌，你这是下班了吗？方便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去酒店吧，去到点好了菜，等到上菜时也就到了饭点，晚饭提前1点吃也是可以的。杜雨萌笑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回公司开车。说着，他抱着花束，提着那个装有整套珠宝的红色袋子，扭身回公司里。战一阳先是怔愣，后是开心地应着，好，我在这里等你。杜雨萌没有拒绝他，以往他请他吃饭10次，他会答应2、3次吧，很多时候他都是拒绝的。他说他忙，约了客户吃饭，就不能和他一起吃了。他厚着脸皮跟着他去过海城大酒店，他的确是要招待客户，自己也是生意人，懂得生意人为了谈生意的无奈。他理解他，也心疼他，发誓追妻成功后，他要好好的爱他，疼他，宠他一辈子，不让他那么苦那么累了。
他堂兄妹那么多，没必要事事都往自己身上揽。他又不是杜家的接班人。在杜雨萌回公司后，战一阳便在公司门口继续等着。没2分钟，一辆黑色的奔驰停在他的身边。他本能地看向那辆车，看到向阳按下了车窗，似笑非笑地问他：战四少又被萌萌拒于门外啊，要不要坐我的车，我带你进去？杜氏集团，我是出入自由的。他是杜二太太的干儿子嘛，又是雨萌的干哥哥。他公司和杜氏集团如今谈成了合作，他是负责项目合作的人，需要经常过来聊工作上的事，所以向阳经常会出现在杜氏集团。不得不说，战一阳的确极度向阳能够自由出入杜氏集团，他还需要得到同意了才能进去。那些访客都比他自由得多，至少人家能进去，只会被前台拦下。他是在大门口这里就被拦下了。不过今天战一阳没有被向阳的话，就激出嫉妒心。他回绝了向阳的好意，说道：向先生进去吧，我在这里等雨萌，雨萌进去开车了，我们马上就要去海城大酒店吃饭。哦，萌萌现在有空和你去吃饭吗？不是还没有下班吗？我现在过来是找萌萌有急事的。萌萌怕是还不能跟战先生去吃饭吧？战一阳顿时想抽自己的嘴巴，他说：那么快做什么？向先生可以找其他人，杜姐就可以。大小姐是杜雨萌的堂姐，战一阳也跟着叫她姐。向阳说道：但是负责与我接洽的人一直都是萌萌，杜总都不是很清楚的。我先去找萌萌，等我和她的公事处理好了，咱们3人在一起去酒店吃饭吧，我可以请客的。向阳是故意这样说的。事实上，他过来虽是为了工作的事，却不是非要找杜雨萌不可。他就是见不得战一阳那么快就能得到雨萌的原谅，那么快追妻成功。他自己感情之路不顺，他讨厌看到战一阳的成功。好吧，他是有点嫉妒战一阳的。战一阳的原生家庭太好了，好到连他都羡慕嫉妒恨。战家的姻亲又多，而且他们的姻亲都是豪门大族。若是战家遇到点困难，他的姻亲们随便拉，出来一个都能帮上忙。不像他和阿燕，哎，好事多磨呀。向阳看清了自己对阿燕的感情后，已经在微信和电话里向阿燕表白，他是把她当女朋友来看待，不是当兄妹。但是阿燕说他们已经不般配，他家里的困境虽说得到了缓解，还没有完全解决的。得到缓解还是杜氏集团在海外的公司拉了他家里一把。阿燕对杜二太太这个干妈，以及杜雨萌这个干妹妹，那是感激不尽。向太太也是她的干妈，在她家里生意出问题，陷入经济危机时，向太太却是选择疏离，也不想帮忙。向阳私底下帮了他家里那么多，还被他父母骂了一顿。向太太私底下也找过他几次，提醒他现在已经配不上向阳了，还是离向阳远一点吧。说向阳回国发展了，他以后结婚的对象会是海城的豪门千金，就差将向阳要娶杜雨萌说出来了。杜雨萌不爱向阳，他只把向阳当哥哥来看待。杜家明面上不说什么，实际上他们整个家族都是倾向战一阳的。相较于向家来说，战家更适合杜雨萌，也更好一点。战家的家风以及战家人的人品都比向家好太多，傻子都知道选择战家。况且杜雨萌爱的也是战一阳，向阳视杜雨萌为妹妹，但是看到战一阳的春风得雨，他还是忍不住嫉妒。会嫉妒战一阳的也不会只他一个人，肯定还有很多人对战一阳那是羡慕嫉妒恨的。